楚风并非什么大善之人，因为天下如此之大，不公之事数不胜数，恐怕每日都有人受冤而死，每日都有人惨遭不幸。这种事情没人能管得了，也管不过来。不过楚风也并非大恶之人，既然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他也是有些于心不忍，不愿袖手旁观。于是，在所有人都懒得多看那老乞丐一眼，甚至都希望店小二尽快将乞丐轰走，以免影响自己胃口的时候，楚风则是站起身来，走到门口，一把将那店小二推开，随后搀扶着老乞丐说道：“老人家，到我这里来凑合吃上一口吧。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见状，老乞丐高兴坏了，不断的为楚风作揖。来到楚风的酒桌后，老乞丐便开始风卷残云的大吃特吃，竟然独自一人将楚风这桌一好酒好菜给吃得干干净净。老人家不要急，慢慢吃，今日我管饱。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对着小二说道：“小二，再来几道硬菜。”听得楚风此话，老乞丐突然感激的笑了，对楚风说道：“小伙子，你可真是一个好人。不过有时候好人未必有好报。”话罢，老者的目光猛然一闪，那本慈祥懦弱的面容竟然一变，化作了一个极其凶狠的脸庞。尽管还是一个老者的模样，但是给人的感觉已是完全不同。与此同时，一股天舞三重的气息也是自那老者的体内散发而出，一层蓝色结界也是在楚风的周围萦绕，封锁这间酒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楚风大惊，身形赶忙向后一纵，与这位老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随后大声问道：“你是何人？”老者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大手一张，那位高个男子放在酒桌上的追杀令便落入了老者的手中。随后对楚风说道：“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杀手界第一人，百面老人是也。”什么？百面老人？这一刻，酒馆内的其他人才缓过神来，听得老者的话后，无疑不是大惊，顿时吓得瑟瑟发抖，尖叫连连。人们本想逃跑，但是奈何酒馆被彻底封锁，他们已是无处可逃。原来你就是百面老人，果然有些手段，竟然能够找得到我。见状，楚风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将头上的斗笠摘下，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容。天哪，他竟是楚风！而看到楚风的面容后，那本就吃惊不已的人们更是吓得目瞪口呆，因为这等于是在九州大陆上凶名最长、杀人无数的两个魔鬼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两个家伙要是交手，他们岂不是都要被牵连致死？而就在这时，那百面老人意念一动，他所散发出的气息变得异常狂暴起来，竟然化作威压，将这酒馆内的一切压迫得粉碎。就连在场的无辜客人们也都是直接被他的威压化成血水。见过我真实面容的人都必须死。在意念转动之间，便将酒馆内的其他客人全部杀死后，百面老人平淡的开口了，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动容，就如同他杀死的不过是蝼蚁，不值得他有任何怜悯的反应。好一个凶狠的老东西，你这样的存在才是真正的祸害。我楚风今日就替天行道，灭了你这老畜生。天武三重的威压虽强，但却无法压制住如今的楚风。楚风如今是玄武6重，配上自己2种的雷霆力量，便是玄武8重。这种修为，天武2重的已不是楚风对手，天武3重的也完全可以一战。空楚风意念一动，一股磅礴的威压便从天而降，就连那百面老人布置的蓝色结界也是一阵抖动。而紧随其后，楚风的手中又出现了一把金色的长剑，此剑一出，顿时阵阵发出阵阵龙吼。这正是当日楚风在虚空中所获得的武技虚空龙吟刃，7段武技已修至大成。不错，果然是天赋异禀，不可多得的修武奇才。不过可惜，你面对的人乃是我，不是老夫看不起你，只凭你这种手段，休想与我抗衡。还是把你那修罗鬼斧拿出来吧，也许我会留你一具全尸。百面老人笑着说道，对楚风的虚空龙吟刃竟然丝毫不惧，甚至是不屑。原来是冲着我这修罗鬼斧来的。楚风眉头微皱，觉得这个老人的确不简单，是一个杀人无数却阴险无比的老狐狸。一件骑兵乃是无价，100万颗玄珠岂能买到？老夫杀人虽向来讲诚信，但是面对骑兵也实在心痒。所以你的命我要，你的骑兵我也要。百面老人一副势必在得的模样，想抢我的骑兵，想要我的命，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楚风脚步向前一踏，整个人便化作一道流光，手中的龙吟剑直刺那百面老人的咽喉之处。然而就在楚风的龙吟剑距离百面老人的咽喉不足半寸之际，只见百面老人手掌一探，双指一伸，竟将楚风的龙吟剑夹在了双指之间。武技再强也是虚我，你这玄力凝聚成的武技也想动我知天武之躯，真是痴心妄想。百面老人诡异一笑，随后双指一股天力传来，楚风手中的龙吟剑竟然被震成了粉碎。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冲力也是卷向楚风，使得楚风连连后退，险些没有摔倒在地。怎么可能？这个老人怎么会这么强？楚风眉头紧皱，他发觉这百变老人无论是天力的浓郁程度，还是真实的战力，都异常的强悍，绝非普通的天武3重者可以比拟。老夫5岁进入杀手营，6岁便杀过人，7岁已杀死过一同接受训练的33名同伴，8岁便做成了杀手，是杀手营有史以来最快成为杀手的人。杀手生涯，老夫共杀338541人，屠灭家族871户，曾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无数次。我所磨练的战斗技巧，我所经历的生死考验，岂是你这样的娃娃可比的？不要以为你修炼过高级玄功，掌握着无上秘技，手持刃主骑兵，就能凭借你这玄武8重的修为，与老夫一较高下。在我的面前，你就形同一只蝼蚁，你的命我想取就取，你根本无处可逃。百面老人双眼如刃，
杀机四溢，整个人的气势变得极度的可怕，乃是一个真正的刽子手，手染无数鲜血的杀人狂魔。这样的杀气，绝非一日两日积攒而成，而是曾杀过无数强者的人才能够具备的。这便是杀手中的最强者吗？这一刻，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紧皱，因为他能够感觉到白面老人的杀气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老人真的具备杀死自己的实力。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于你，让你见识一下我这修罗鬼斧的威力。楚风冷然一笑，右手光芒一闪，那修罗鬼斧便握在了掌心之中。与此同时，大斧一挥，一道黑色光刃浮现而出，便掠向了那白面老人。酒馆不是很大，如此距离之下，如此磅礴的攻势，白面老人几乎没有闪避的余地。但是他也是不慌不忙，不恐不惧，意念转动之间，一层蓝色的结界便自脑海溢出，阻挡在了身前。一声轰鸣传来，一阵涟漪散开，那白面老人所凝聚的结界竟然挡住了楚风的黑色光刃。只不过就在白面老人挡下楚风攻势的同时，楚风也早已身形一转，手持一道攻击符，破开了白面老人的结界阵，化作一道流光，飞出了酒馆之内。这白面老人不简单，以楚风如今的实力与他交手，很难讨得便宜。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楚风还是开溜为妙，所以他一开始便未打算真正的与白面老人交手，而是打算逃跑。糟糕，他竟然事先布置了结界阵。然而刚刚飞出酒馆，楚风便驻足在了天际，因为他惊愕地发现酒馆之外竟然还有着数道结界。白面老人居然事先布置好了结界阵，并且那结界阵之多，绝非一两道，起码有着10几道，封锁了这座城池，将楚风束缚在了其中。好一个狡猾的小鬼！不过见识过你那恐怖速度的我，岂会毫无防范便过来与你交手吗？就在这时，再度传来白面老人的笑声。你之前见过我？楚风眉头紧皱，他感觉这白面老人似乎对他很是了解。哈哈，实不相瞒，老夫便是那醉生梦死的主人。当日你与宋清风等人交手的时候，老夫就在一旁观看，对于你的手段已是了然于心。你掌握2种无上秘籍，一种为淡绿色的铠甲，可以护你身体；一种是白色的虎爪，蕴含攻杀之力。不过你实力太弱，还无法发挥无上秘籍的真实威力。你如今最强的应该就是速度，掌握着一种似是龙一般的青色身法武技。那武技很快，我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身法武技，想必已经超越8段，乃是9段身法武技。不过那武技虽快，但只适合追踪和逃跑，用于战斗难以灵活应变，无法施展自如。白面老人淡淡的笑着，他果然对楚风的事情极为清楚。哈哈，你倒是很清楚我的事。不过你既然知道我跑得很快，那么你觉得在这片封闭的空间内，你能抓到我吗？楚风微微笑道：“你的意思是说，我布置结界的速度还不及你跑得快？”白面老人笑问道。事实便知，楚风暴喝一声，身下的青龙已是飞掠而去，化作一道流光，在这片天际急速奔跑起来。而与此同时，白面老人也是意念一动，随心布置结界，想去笼罩住楚风。但是奈何他布置结界的速度，竟真的不如楚风跑得快，倒是够快。不过我若将这座封锁你的结界阵变小，你跑得再快，又能跑到哪去？白面老人也是不慌不忙，不再追赶楚风，而是落到下方，开始催动他事先布置好的这道结界阵。果不其然，就在他催动那结界阵之后，本来封锁了这片天地的结界阵竟然开始急速的缩小，这使得楚风渐渐的成为了笼中之鸟，因为这方天地已经没有了他自由飞掠的空间。哈哈，跑啊，你再跑，老夫看你还怎么跑！看着那被自己的结界阵压迫得越飞越低、越飞越近的楚风，白面老人哈哈大笑：“可恶，可恶！”这种情况下，楚风开始不断的挥舞修罗鬼斧，去轰击那越来越小的结界阵，试图逃脱这结界阵的束缚。因为这样下去，他将无路可逃，会轻易的被那白面老人杀死。但是奈何，这白面老人实在不简单，他不仅战力很强，就连所布置的结界阵也是异常坚固。楚风竟然无法凭借修罗鬼斧破开，放弃吧！为了防止你逃脱，我这结界阵可是炼化了不少结界石，它的坚固程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白面老人说话之间，已是停止催动那结界阵，而是腾空而起。因为此刻的空间距离，他已是可以任意发挥。在这种距离之下，哪怕楚风速度再快，也处于他所能攻击到的范围之内。受死吧！说话之间，白面老人大手一抓，自他的掌心便爆射出无数道结界锁链，那结界锁链相互缠绕，最后竟然化作了一条如蛇一般狰狞的结界大手，向楚风抓射而去。可恶！见状，楚风赶忙驾驭青龙闪躲，因为那结界大手的威力不容小觑，若是被抓到，可能会被硬生生的拍死。哈哈，跑，继续跑，我看你能跑多久！见状，白面老人哈哈一笑，另一只手也是探出，又是一道结界锁链凝聚的大手飞掠而出，向楚风抓射而来，就如同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笑得不亦乐乎。该死，在很小的空间内，哪怕楚风的速度再快，但也定然会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下，那白面老人的2道结界大手则是越逼越近，眼看着就要追上了楚风。可就在那结界大手即将抓住自己之际，楚风的嘴角却突然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紧随其后，楚风右手的修罗鬼斧再度握在手中，胯下的青龙身形一转，竟向那白面老人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并且方位调转的速度极快，根本就不像是受到了束缚。如此距离之下，楚风的速度简直堪比光速，几乎是眨眼之间便来到了那白面老人的身前。这一刻，白面老人面容大变，但是他也不是吃素的。身为蓝袍界灵师的他，几乎在楚风转动身形之时，便察觉到了楚风的意图，所以他脚下步伐变缓，
踩出了道道八卦，便化作一道流光，以一个巧妙的角度向外逃窜开来。因为他曾认真地研究过楚风的龙游九天，知道这个武技虽然速度很快，但却有死角，无法灵活应变，更无法自由转弯。只要他逃跑的方位够刁钻，楚风休想近身于他。可是就在百面老人刚刚闪躲开楚风的攻击之时，楚风竟然跟随着他的身影一同转变方向，如影随形地跟了过来。这龙游九天哪里还有什么死角？显然已被楚风彻底掌控，成为了战斗一体的身法招数。凭借龙游九天，楚风几乎只在瞬间便追上了百面老人，且手中的修罗鬼斧已是夹带阵阵风声，以及那独有的恐怖威压，毫不留情地向那百面老人的身体挥砍而去。糟了，这小子竟然已经能够灵活地控制那神奇的身法武技，我上当了。这一刻，百面老人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是上当了。因为楚风已经能够随意地控制龙游九天，将其运用于战斗之中。先前之所以四处逃窜，为的就是削弱百面老人的戒备之心，好发动这次奇袭。尽管百面老人也是被楚风这一招吓了一跳，但是他也并非庸辈，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只是微微愣神了一下，便赶忙意念转动，将一道蓝色结界一出，挡在了自己的身前。可是他却万万也想不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楚风的左手竟然出现了一道攻击符，并且那攻击符已是落在了他所凝聚的结界之上。这攻击符乃是高副会长炼制，威力相当之强，连戒严布置的结界阵都可破开。百面老人的这道结界根本无法抵挡。一声轰鸣响起，百面老人的结界已被破开。与此同时，楚风的修罗鬼斧已是狠狠地砍在了百面老人的身上。一声惨叫响起，一道鲜血溢出，百面老人便化作一道流光飞落而下，最终狠狠地摔落在了下方的土地，砸出了一道深邃的大坑，一股浓烟也是冲天而起。不对，然而精神力极其敏锐的楚风却并未因砍中百面老人而有所高兴，相反却是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下方的滚滚浓烟，心中升起一抹不安。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自己的那一斧子砍在百面老人身上的时候，竟有一种力量化解了他的攻势，使得修罗鬼斧的威力未能全部发挥。这一斧子，楚风并未斩杀掉那百面老人。好你个狡诈的小鬼，若不是有这人造骑兵护体，老夫可差点吃了大亏。果不其然，就在楚风感觉不对之际，那百面老人已是化作流光，自那滚滚浓烟之中缓缓地升空而起。此刻的他嘴角还挂着血迹，脸上也是有些苍白，胸口上也是有着一道血淋淋的伤痕，但是却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并且他的身体上萦绕着一层光芒铠甲，那个模样与宋清风等人使用的护腕效果一模一样，想必就是这光芒铠甲救了他一命。白云飞、刘逍遥还有唐一修是你杀的？楚风目光闪烁，高声质问道。没错，就是我杀的，我故意将他们杀死，然后将罪名推到你的头上，引得四大势力一同大动肝火，然后再毛遂自荐，让他们请我出马来杀你。百面老人回道。原来是这样，不过我不明白，你要杀我当日就可以动手，为何还要等到现在？况且你若是想要赏金的话，杀了我就可以拿到，又何必去毛遂自荐，这般麻烦？楚风不解地问道。这道理很简单，我想要你的骑兵，但也想要那赏金，于是我让他们先付我一半的赏金，然后再动手杀你，这样就算我毁约也不亏什么。但是四大势力都非傻子，哪怕我的信誉再好，也不会无缘无故给我50万颗玄珠，毕竟这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就必须让他们更加的愤怒，更加迫不及待的想杀你，一刻都等不了。而如今老夫已经成功，现在这最后一步就是取走你的性命，拿到你的骑兵。百面老人说道。这么说来，你的身上有着50万颗玄珠哥？楚风心中一动，故意问道。哈哈，小鬼，你不会是惦记上我这玄珠了吧？听出了楚风的话中之意，百面老人不由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嘲讽之意。其实我想说，你那50万颗玄珠，我是要定了。突然，楚风身形一纵，化作一道流光，自正面向那百面老人飞奔而去。哼，你以为此刻的我还会怕你不成？然而百面老人也是丝毫不惧，竟向楚风反掠而去。眨眼之间，二人便交战在了一处，道道强悍的能量涟漪不断在空中炸开，如同烟花一般绚丽。这样的场景，看得那些城池内的百姓目瞪口呆。如今这座城池被层层结界封锁，城内的人都难以脱身。起初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看到空中的楚风与百变老人之后，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是百变老人来追上楚风，这城池成为了二人的战场。不过好在百变老人布置了很多结界，并且为了限制楚风的速度，还特意将最里面的结界阵范围缩小，这也使得二人的战圈化小，使得这座城池内的百姓未被受到牵连。如若不然，以二人的实力，一番大战下来，这座城池定将被夷为平地，这城内的百姓也都将丧生。百面老人凭借着人造骑兵，速度与力量皆是大增，比先前还强了数倍。尤其是将结界之术运用的炉火纯青的他，已是攻防一体。至于楚风，手持骑兵的他，攻势也不容小窥，尤其是配上他那绝对的速度，就连百面老人也是不敢大意。二人的交战异常的激烈，楚风凭借玄武8重的修为以及特殊的手段、高超的技巧，竟与百面老人这位天武3重的第一杀手战得难解难分，足足交战了数个时辰，也没有分出胜负。小子，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个人才，如此年纪已是能够这般力傲的。若是日后你踏入了天武境，恐怕就连姜氏皇朝也不得不正视于你。
不过可惜，你今日却必将死在我的手中。老夫我的耐心已经消磨光了，没有那么多闲心和你在这里继续磨蹭，尽快做个了断吧。白面老人身形一闪，竟然甩开了楚风，随后降落到下方，再度催动起结界大阵。他这是要再度缩小战斗的空间，想让楚风没有一丝逃脱的余地。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轻松的置楚风于死地。可恶，只能用那招拼一下。楚风这般聪明，第一时间就明白了白面老人的用意。他先是扫视一番，看了一眼那笼罩这座城池的层层结界，随后目光突然变得凌厉，身形一纵，便向那催动结界大阵的白面老人暴掠而去。哼，想阻止我催动大阵吗？没用的。身为蓝袍界灵师的我，论防御手段远在你之上，你休想碰到我。白面老人冷哼一声，一层蓝色结界便萦绕在他的周身，将他护在了其中。最后2道攻击符，胜败在此一举。然而楚风也不怠慢，手掌自乾坤袋处轻轻划过，仅剩的2道攻击符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先将一道对着那结界丢出，只听轰的一声，那白面老人所布置的结界便被楚风的攻击符轰成粉碎。哼，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几道这么霸道的攻击符。白面老人再度冷哼一声，便想重新凝聚结界，用来抵挡楚风。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可就在这时，楚风的身上却光芒大盛，那幽绿色的铠甲竟然释放出大片的白色迷雾，瞬息便吞噬了白面老人。而这一刻，白面老人也是不由神情大变，与此同时向后倒退数步，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他的前方，楚风先前所在的位置，竟然出现一只极其可怕的巨兽。那巨兽为幽绿之色，似乎是一只坚不可摧的巨龟，但是在那龟的身上却缠绕着一条极其可怕的大蛇。这蛇与龟四是一体，散发着极其可怕的气息。怎么回事？那楚风怎么突然化作如此可怕的怪物？难道说他之所以会如此逆天，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人，而是一个恐怖的妖物不成？就在这一瞬间，白面老人怕了，因为他在眼前的妖物之中感受到了极其可怕的气息，那是碾压他的气息，他无法抗衡的气息。不对，这是幻想。可是突然之间，白面老人又是目光一闪，神情一变。身为蓝袍界灵师的他，发觉眼前的妖物并非实体，更像是幻想。想到此处，他赶忙凝聚精神力来打破眼前的幻想。果不其然，当精神力变得集中之际，眼前的妖兽便开始消散。不好！然而当他打破幻想之际，却并没有因此而窃喜，相反，在其脸上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此时此刻，一道极其恐怖的攻击符，此刻已是落在了他的胸前，一声轰鸣在白面老人的胸前炸响。白面老人顿时惨叫一声，被轰出了数十米外，狠狠地撞在了自己布置的结界之上，随后便无力地瘫倒在地。这一刻的白面老人，虽然四肢还算完整，但是他的胸口却已巨大的窟窿，丹田已然破损，五脏六腑皆废，口中大口大口的吐着黑血，身体倒在地上不断的抽搐着。想不到连这攻击符都不能直接取他性命，也难怪我的修罗鬼斧都无法砍伤于他，这便是天武之躯的强横之处。看着那倒卧在地不断抽搐已经丧失战力的白面老人，楚风喃喃自语，脸上满是感慨之色。虽然他知道白面老人肉身之所以会变得如此强横，的确有那人造骑兵的一部分功劳，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极为厉害的，如若不然，他也无法发挥出那人造骑兵的威力。这一次，虽然楚风赢了白面老人，但却是险胜，并且靠的却乃是出其不意的奇袭。可以说，楚风能赢白面老人，靠的不是自身的实力，而是自己的智力以及那么一丝运气。这些时日，他虽然四处斩杀6大势力的门下弟子，但同时也在磨练自己的战斗技巧。龙游9天之所以能够自由施展，运用到战斗之中，就是这些天的成果。除此之外，楚风还领悟了玄武遁甲术的幻象之法，刚刚就是运用这个幻象之法，使得白面老人进入了呆滞状态，这才使得他没有继续凝聚结界，为楚风提供了用攻击符重创他的机会。准确来说，楚风的这个奇袭靠的是玄武遁甲术的幻象之法，以及高副会长给他炼制的攻击符，这是楚风最后的杀手锏。不成功则成仁，但是他成功了，因为任凭着白面老人战斗经验再丰富，为人再狡诈，但也想不到楚风会掌握着幻象之法，并且还无需布置结界阵，动用意念就能施展而出。正因这个疏忽，才使得他吃了这个大亏。这一刻，楚风真是忍不住想要感叹一声，感叹那地藏的主人创造了如此厉害的秘籍，如若不然，楚风今日当真是凶多吉少了。楚风，不好，他要凝聚神识。突然，淡淡紧张地提醒道。而这一刻，楚风才发现，白面老人的确在凝聚神识。尽管他的丹田已经被废，修炼多年的修为正在流失，但是他的神识却还具备着他的一部分修为。若是他凝聚成功，对楚风来说将是一个不小的麻烦。抱歉，你还是安心的死去吧。楚风轮动手中的修罗鬼斧，便向白面老人的脖子砍去，斩断他的一切。见状，已是身负重伤的白面老人极其不甘的大喝一声。然而楚风却根本没有留情，只听扑哧一声，白面老人的人头已经落地。与此同时，他那正在凝聚的神识也被修罗鬼斧的力量粉碎。白面老人已是彻底沦落，为了一个死人，没有了一丝气息。哈哈，楚风你小子不错，今日干得漂亮，打赢了一场本不可能胜的仗。本女王对你刮目相看了，快把这老家伙的本源吞噬。天武3重的新鲜本源应该能够让我突破到玄武5重，甚至有机会突破到玄武6重。淡淡高兴地呼喊着，而楚风也不怠慢，赶忙帮助淡淡将那白面老人的本源吞噬。而如同淡淡所设想的一样，他的修为果然从玄武4重
提升到了玄武5重，虽然未能提升到玄武6重，但是相差已是不多。随后，楚风又检查了一下百面老人的乾坤袋，这一检查不要紧，楚风顿时狂喜不已，因为在这百面老人的乾坤袋可当真是一个大宝库。在百面老人的乾坤袋内，竟然有着玄珠623500多颗，并且除了这些玄珠，还有下品天药23颗，就连中品天药也有1颗。而除了这些修炼资源外，还有一件特殊的界灵罗盘，这界灵罗盘为金黄之色，似是黄金打造，但却又并非黄金，它并未光芒四射，但却质感十足，总之非常特别。用淡淡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高品质的界灵罗盘，比楚风那个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乃是价值不菲之物。总之是有价无市的好东西。除了那特殊的界灵罗盘外，还有一件界灵蓝袍，以及大量的结界石。这结界石可以放入结界阵中，能够让结界阵的威力更强，但是因为价格太高，所以很少有人舍得布置结界的时候加入这种东西。但是在这百面老人的乾坤袋内，这结界石可是有着一个非常可怕的量，竟有30万多块。这么多的结界石，就算楚风天天用、日日用，也足够用上个3年5载了。除了界灵师所用的东西外，还有很多珍贵的宝物，比如人造骑兵，在他的乾坤袋内就还有2套，加上他手腕上的就是3套。可见刘逍遥、唐艺修、白云飞3人的确是这百面老人所杀。但是不得不说，此次楚风可是赚大了，哈哈，真不愧是百面老人，九州大陆的第一杀手。看来他真是珍藏了不少宝贝，他这乾坤袋简直就是一个大宝库。楚风兴奋的有些手舞足蹈，因为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恐怕百面老人杀了一辈子的人，积累了一生的财富，都落入了楚风的手中。623500颗玄珠，外加23颗下品天药，1颗中品天药，哪怕不能帮楚风突破到玄武7重，但也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铺垫。何况抛开这些修炼资源不谈，百面老人乾坤袋内的每件物品都可谓是无价之宝，价值不菲之物。若是将其变卖，恐怕价值还要远在那些修炼资源之上。不得不说，百面老人这一生真是网罗了不少钱财，哪怕无法和至尊山庄那种顶尖势力相比，但也绝非2流势力可比。只不过可惜，却是为楚风做了嫁衣。糟了，虽然百面老人死了，可是他所布置的这结界阵还在。蓝色结界阵，以我如今的手段可无法破解，最后一道攻击符也用光了，我这不等于是瓮中之鳖，被困在此处了吗？可是那喜悦竟还没过，楚风的面容却是不由一僵硬，随后额头上浮现出道道黑线。因为当他抬头之际，发现那层层蓝色结界还在，这东西可是会将他困死在此处的。若是他无法离开此处，那么等到有人通知了6大势力，他们派来了宗主级别的人物来抓楚风，那时候楚风可就插翅难逃了。然而就在楚风慌乱之时，在城池之外却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轰鸣，那声音非常之响，就连楚风脚下的大地也是被震荡得微微晃动。紧随其后，数道轰鸣不断传来。而这一刻，楚风惊愕地发现，那封锁了这座城池的层层结界正在被人一一瓦解，有人由外至内的将那些结界全部破开。终于，又是一道轰鸣传来，顺着那声音所发出的声音观望，楚风发现一道倩影正在缓缓靠近。那道倩影是位少女，她身穿一袭紫色长裙，拥有着绝美的容颜、甜美的脸蛋、曼妙的身姿、妖娆的曲线，且力量也是极其强横。虽然只是玄武9重，但却能够轻易地破开这百面老人所布下的层层结界。而此般少女还会是谁？自然是楚风等待了许久的人，紫菱。紫菱见到紫菱，楚风也是狂喜。不仅仅是因为紫菱将要救他离开此处，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许久以来的等待，终于要在今日有所收获。相隔数日，再度看到紫菱，楚风的感觉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不由自主的便将内心的戒备卸下了不少。因为这些日子游荡在秦州，除了听说自己的事情之外，楚风也得知了当初在联姻大会之上，紫菱当众宣布他的心上人是自己，还因此与至尊山庄断绝了关系。说实话，在这种时候还有人愿意跟随自己，这么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挺自己，楚风内心真的非常感动。所谓患难见真情，也许就是如此吧。但是楚风万万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最挺自己的会是紫菱。不得不说，此时此刻，楚风终于觉得之前为紫菱所做的种种都值了，那些血没有白冒，那些罪也没有白遭。紫菱打破最后一道结界之际，楚风几个大步连续跨越，便来到了紫菱的身前，随后双臂张开，一个有力的猛虎扑食，便将紫菱那娇柔的身躯揽入了怀中。起初见到楚风，紫菱也很是喜悦，以至于楚风这样正面拥抱于她并未有任何的反应。但是奈何楚风这厮很不老实，不仅将紫菱抱得很紧，使得紫菱那2团坚挺的柔软都被撑得胸膛挤压得变了形，且在将紫菱揽入怀中之后，楚风的双手竟然也是情不自禁地在紫菱的身上游走起来，这可就触犯了紫菱的底线，使得紫菱那白皙透彻的小脸顿时变得通红。随后不但挣脱楚风的怀抱，随手一个夹带劲风，呼呼有力的小巴掌便狠狠地扇在了楚风的脸上。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紫菱那好看的小手便在楚风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深红色的小手印。捏！楚风被这一巴掌打懵了，心想这是什么情况？不是已经当众宣布对我的爱意，怎么这连抱抱都不让？我知道你肯定已经听说了一些事。的确，我紫菱对你已经颇为，但是男女授受不亲，在你正式娶之前，在我成为你妻子之前，你休要再对我做无礼之事，否则……紫菱气嘟嘟地说着，说到关键之处，那小脸更红了。这丫头竟然不好意思了，否则怎样？
楚风先是无耻的一笑，随后好奇的问道：“否则我就杀了你。”紫菱小嘴一抿，那双清澈的眼眸之中，竟真的涌现出了一抹杀机。这一刻，楚风暗叫不好，因为他能看出紫菱似乎真的是一个守身如玉的丫头，并且不管她在外人面前如何宣布自己喜欢楚风，但是在楚风的面前却有些不好意思。这样的妹子很难搞定，楚风不能强来，否则会功亏一篑，只能软磨硬泡，一点一点的攻破紫菱的防线。不过好在紫菱已经对自己动心，这一点哪怕紫菱不说出来，楚风也能感觉到，所以他也不急，因为他有自信，紫菱早晚是他的人。并且楚风发现，当紫菱这位绝世小美女褪去那层对他的戒备之后，不得不说，这样一个阴险可爱、凶狠倔强的妹子，楚风还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想不爱都难，你无耻的傻笑什么？紫菱先是狠狠地瞥了楚风一眼，知道楚风肯定没想什么好事，随后也不再理会楚风，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百面老人的尸体，喃喃自语地说道：“竟然将百面老人击败了，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呀！”搜罗的也很干净，不过却差了一样。来到百面老人尸体前后，紫菱撇嘴道：“差了什么？”楚风不解地问道：“他明明已将百面老人的宝物网罗一空了呀！你知道这百面老人为什么被称为百面老人吗？那是因为他能够幻化为百张脸，以及百种不同的气息，让人无法捕捉于他，对他防不胜防。而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靠的并非是什么特殊的玄功，而是靠这个。”说话之间，紫菱将那玉手探出，竟抓向了百面老人那满是鲜血的脸，并且指深入肉。果不其然，紫菱这个凶狠的小丫头真的将自己的手指插入了百面老人的脸中。只不过当紫菱的五指深入百面老人的脸庞之际，百面老人的那血肉模糊的脸竟然发出一道淡淡的光华。随后，只见紫菱玉手猛然抽回，一道半透明的面具便出现在了紫菱的掌心。而这一刻，那百面老人的面容竟然又换了一张，尽管仍然是血肉模糊，但的确有所变化。这才是百面老人最珍贵的宝贝，不仅能够幻化面容，还可幻化气息，就连界灵师也是无从查询。隐藏气息能够隐藏得极其彻底，这宝贝我早就想要了，但是奈何正是因为这百面老人有这个神奇的面具在身上，所以几乎没有人能找到他，连我爷爷也查不到他的行踪。不过现在这东西是你的战利品。说完这些，紫菱玉手一挥，便将这道神奇的面具丢向了楚风。就既然你如此喜欢，你就留着吧。楚风无所谓的笑了笑，且又丢给了紫菱。见状，紫菱则是双眼微眯，嘴角上翘，露出了那甜到让人心醉的迷人微笑。随后迈着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楚风的身前，扬起甜美的小脸，对楚风说道：“你比我更需要他，就好好的留着吧。”说话之间，紫菱便将那面具放在了楚风的脸上。这一刻，楚风只感觉那面具散发出一股巨大的吸力，吸上了自己的脸庞，就仿佛将要进入他的肌肤一般，并且他的面容也是在这一刻有所变化，化作了另外一个人的模样。尽管还是少年的模样，但与楚风的本来面目却是完全不同，就连气息也变得不同。紧随其后，楚风意念转动，自己的面容竟又连续转变，并且能够跟随自己的想法恢复成原来的模样。哈哈，这还真是一件好宝贝。感受到这面具的神奇后，楚风也是一阵狂喜，心想今日第一次见到百面老人之时，无法看穿他是修武者，一定是这个神奇面具的功劳。而有这样的宝贝在身上，那楚风以后就大可以做完坏事不留名，没人知道他做过什么，简直是犯罪的极佳工具。那是当然，百面老人之所以能够有如今的地位，靠的就是这件宝物。连我爷爷都说，这个面具绝对是件奇宝，也不知百面老人是从哪里得来的。紫菱好奇地说着，不过随后又对楚风问道：“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有，我准备去光顾一下火神门。”楚风说道。“你要去火神门？”听得此话，紫菱的小脸微微变化，但却也并未太过吃惊，也不过问楚风为什么，而是干脆地说道：“那好，我们出发吧。”“紫菱，你真的要跟着我？你应该知道这个时候跟着我有多危险的吧？”楚风问道。听的这个问题，紫菱则是甜甜一笑，不过是区6大势力而已，他们有何畏惧？莫说是他们，就算你日后将这天捅破了，又何妨？我紫菱依然会伴你左右，在你身旁，哪怕天要灭你，我也会与你战天。听得此话，楚风的心脏不由剧烈地跳动了2下，随后大脑一片空白，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由心而生，传入大脑。尽管早就听说紫菱要跟随自己的决心，但毕竟是道听途说，楚风难辨真假，也并未全信。今日听得紫菱亲口在自己的面前说出这种话，楚风的确颇受感动，对眼前的这位小美人不由得好感倍增。好啦，别发呆了，既然已经决定行程，那就快快出发吧。紫菱说道。好嘞，媳妇上龙。楚风得意一笑，胯下的青龙已是浮现而出，还不由得拍了拍当日紫菱坐过的地方，示意紫菱快点坐上来。然而对于楚风那占便宜的称呼，紫菱则是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倒并未多说什么，反而撇了撇嘴道：“你那身法武技的确不错，但毕竟是武技，既然要赶路，还是做我这个吧。”说话之间，紫菱的右手一翻，一辆精致的战车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上。这辆战车不过掌心大小，通体碧绿之色，如同由玉质打造一般，却极其的漂亮。共有10个轮子，车的前方有2个角，4是羊角，又4牛角，更像是龙角，既漂亮又霸气。在车的顶部刻着一个图案，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动物，像是一种妖兽，又像是一种符咒。但最主要的是，这个车竟然带给楚风一种坚不可摧，却又攻无不破之感，蕴含着一股独有的威压。紫菱，你竟然也有骑兵？如此独特的感觉，
让楚风一眼便分辨出来，这道掌心大小的战车乃是一件骑兵。我爷爷说了，我既然选择跟随你冒风险，他可不会管我的死活，更不会偷偷跟着保护我。生死由天，他不会插手，但是念在养我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在我离开他之前，便将这辆玲珑战车赠送于我。这车攻击与防御也许不是骑兵之中最强的，但是它的速度绝对举世无双。紫菱甜美一笑，随后玉手轻扬，那掌心大小的玲珑战车便脱手而出，随后又光芒四射，眨眼之间化作5米宽、10米长的巨型战车，此时此刻悬得漂浮着。哇，好漂亮的战车！楚风傻眼了，此刻这玲珑战车比在紫菱掌心的时候更漂亮、更霸气。最主要的是，当它变大之后，那种独有的骑兵威严得以全面彰显，简直比当日楚风看到的姜氏皇朝那由妖兽所牵引的战车还要霸气许多。别发呆了，快走吧！紫菱一把抓住楚风，那玲珑战车的车门便自动开启，紫菱娇躯一纵，便与楚风一同进入了其中。而当那车门关闭之际，战车的10个车轮便开始在半空转动，它的速度越来越快，并且层层特殊的气体正自车轮散发而出，到的最后，在车轮的下方竟然出现了片片浮云。突然，只见一道红光冲天起，那战车已是消失不见，那般速度竟比楚风的龙游9天还要快上数倍。而就在楚风与紫菱离开不久后，这座城池的人们犹豫许久之后，终于无法忍耐住心中的好奇心，开始小心翼翼地向楚风与百面老人的战场前去。但是当他们来到战场，看到那地上的一座座深坑以及被破坏的面目全非的建筑之后，许多人却胆怯了。这种时候，只有一个被称为李大胆的人咬了咬牙，走了过去。这一刻，所有人都站在战圈之外，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大胆，等待着他的答案。而终于，李大胆发出了声音，高呼一声：“百面老人死了！百面老人被楚风杀死了。”这里只有一具尸体，应该就是百面老人无疑。什么？百面老人居然死了？号称从未失手、杀人无数的九州大陆第一杀手，百面老人居然死了，竟然被楚风杀死了！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几乎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感到难以置信。因为哪怕之前对楚风的种种传闻再神乎其神，但也没人相信楚风能够逆天到打败百面老人。毕竟百面老人本就是一个不败的神话，被人听到便会闻风丧胆的名字。可是当这个事实传出后，人们又不得不相信，毕竟很多人都听到了楚风与百面老人的对话，很多人都见到了楚风与百面老人的大战，甚至到后来，有人请出以前百面老人曾带过的杀手营的元老去辨认，而得出的结论，那个死去的老人正是百变老人无疑。这一消息传出后，顿时轰动了九州，因为这说明楚风真的已经逆天了，连百面老人出马都被他杀了。那究竟还有谁能够杀得了他？难道这样一个只有16岁的少年，真的要让6大势力的宗主人物出马才能够对付他？不过不管外界怎么惊叹，怎么轰动，当元刚宗、火神们、白藏教以及逍遥谷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无疑是愤怒的。因为这不仅仅说明他们再次追杀楚风失败，还说明他们合力拿出的50万颗玄珠再次打了水漂，并且很可能为楚风做了嫁衣。那50万颗玄珠又入了楚风的手中，这实在是恨得4位宗主牙根直痒痒，气得直拍桌子。事实上，自从通缉楚风以来，他们已经将桌子拍碎了无数张，因为每一次关于楚风的消息传来，都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在他们气愤的同时，也开始感到不安，因为这楚风实在太逆天了。如今梁子早已彻底结下，若是楚风一直这么成长下去，那总有一日，就连他们也不是楚风的对手。那个时候岂不是要大难临头？因为如今楚风的名声越来越大的原因，已经有人将楚风在青州的所作所为给宣扬到了9州之上，并且很多楚风做过的事情都被神化了。什么楚风独自一人扫平青州第一宗门，杀得凌云宗宗主落荒而逃，数百万门人弟子皆被屠杀殆尽，无一活口，凌云山脉血流成河，石堆成海。还有楚风前去麒麟王府劫法场，斩杀了多少原麒麟王府大将，多少护卫，就连麒麟王府府主亲自镇守，都未能压制楚风，眼睁睁地看着楚风将人带走，留下他麒麟王府无数成员的尸骸。总之，楚风在青州的事情不但被传了出来，而且还被传得神乎其神，这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还对楚风做出了一个评论，那就是楚风简直就是杀神转世，得罪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因为如今楚风已经杀了不少6大势力的弟子与长老，他的确是在报复。若是他有一日真正的成长起来，相信元刚宗、火神们、逍遥谷、剑神谷、白藏教，哪怕世界氏族人都将步凌云宗的后尘，被楚风灭门。这让几大势力的宗主都恐慌了，因为他们都觉得楚风真的是一个祸根，这个祸根必须除掉，哪怕他们无法达到骑兵，无法打开宝藏，但是楚风却是必须除掉的，否则日后将面临大难。于是元刚宗、火神们、白藏教、逍遥谷、剑神谷以及界氏族人这6大势力联名上书，请求姜氏皇朝出兵铲除掉楚风这一孽障，否则日后楚风成长起来，很可能如同当年万妖山的妖王一样进行叛乱。到了那一天，就连姜氏皇朝也将岌岌可危。而面对6大势力的联名上书，身为9州大陆的主宰者姜氏皇朝也是惹事不好，在坐视不理。于是姜氏皇朝已经派遣出一批强者进入了秦州搜索楚风的下落。不得不说，当姜氏皇朝的人马出动之后，楚风则变得异常低调起来。自从杀了百面老人之后，便没有再出现过。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又开始猜测纷纷。有人觉得是楚风惧怕了姜氏皇朝的威严，不敢再放肆，而是躲了起来；也有人觉得，当日楚风虽然胜了百面老人，
但也身受重创，如今正在调养生息，甚至已经重伤未愈，毙命而亡。只不过他们万万也想不到，如今的楚风早已经离开了秦州，悄悄地来到了火神门所掌控的宋州。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对火神门的了解，楚风与紫菱已经打探到了火神门先辈目的的所在。只不过因为火神门门主坐镇的原因，哪怕是楚风和紫菱也是不敢轻举妄动。面对这位天无五重的高手，他们两个都很是忌惮。但是经过这几日对青州地形的研究和火神门的了解后，楚风与紫菱定下了一计。这一日，楚风借着神奇面具的神奇作用，改头换面，来到了火神门之中。你说你知道楚风的下落？他如今就在我宋州境内，火神门的一位当家长老，具有天武三重的修为。他听得楚风的话后，半信半疑，并未全信。因为自从当初发布通缉令后，曾有许多人想来骗钱，他们提供了不少假信息，就算是真的，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这使得火神门的长老很是警惕。是真的，我看到了楚风，他如今就在我宋州的寿都山脉。楚风坚决地说道，撒起谎来，小脸不红不白，跟真是一样。真的？你是怎么遇到楚风的？还看到了什么？从头说来。这位当家长老凝重地问道。与此同时，一双凌厉的眼睛也是紧紧地凝视着楚风，想要寻找楚风的破绽。我看到他时，他似是生了重病，面容苍白无力，甚至肌肤有些发紫，正在与山脉内一只玄武八重的妖兽争斗。起初楚风不敌，可是后来他的气息竟然暴涨，达到了玄武八重，并且胯下出现了一条青色的气体，那气体很诡异，似蛇非蛇，似龙非龙，总之只要一动，速度奇怪，我根本就看不清他的动作，就消失了。再度出现之时，肯定已是另一个方位。但就算如此，楚风还是斗不过那只妖兽，因为妖兽的肉身实在太硬，楚风根本无法撼动。最终，楚风竟拿出了一把黑色的大斧子，那斧子非常的可怕，足有2米长，斧头很大，斧背带钩。楚风那么一抡，竟然还会发出黑色的光刃，那光刃太强了，将大片的树木都给砍倒了。楚风就是凭借那把斧子，硬生生地斩杀了那只妖兽。只不过斩杀掉妖兽后，楚风也是气力不支，在地上休息了很久，这才躲到一座山洞之内。我见他许久未出，并且进入前还布置了层层结界，应该是要闭关修炼，所以便赶忙来通知你们了。楚风绘声绘色的编造着故事，讲得极其真实，就如同他口中之事真实的发生了一般。这听得火神门的当家长老目光闪烁，面容一阵变化，因为楚风说出了其他人不知道的很多事，譬如楚风掌握的龙游9天，还有楚风所持修罗鬼斧的模样，以及各种特征，这是除了亲眼见过楚风的人外，别人所不能了解的。你等一等。于是这位当家长老赶忙将此事禀告给火神门门主。火神门门主得知此事之后，也是大为震动，赶忙召集了火神门的3位当家长老，又传授了当家长老一件至宝，让他们携带20名修为在玄武巅峰的龟袍界灵师，前往首都山脉去抓楚风。火神门门主之所以没有亲自出马，那是因为他还不能确定这个消息就是真的。另外，他也害怕这是楚风的调虎离山之计，趁着他离开之时来偷袭火神门。毕竟他不知道楚风是如何生病的，本应战力极其逆天的楚风，为何突然连玄武8重的妖兽都是对付不了？必须用之全力才能将其击杀。在这些没有弄清之前，火神门门主不会亲自出马。何况若是消息真的准确，楚风连玄武8重的妖兽对付起来都困难，那么3名天武境的强者抓捕楚风的话，也就太简单了。何况其中还有一位是天武3重的强者，这个境界哪怕放在整座九州大陆，也可以算得上是巅峰人物。再加上20位年龄皆过60，经验极其丰富的龟袍界灵师，想要破开楚风布置的结界，也应该不成问题。所以火神门门主觉得，只要消息可靠，那么此次必然能够抓住楚风。于是乎，在楚风的忽悠下，火神门1位天武3重的长老，2位天武1重的长老，以及20名年过60的龟袍界灵师一同出动，组成了一队23人的老年团，前去寿都山脉捉拿楚风。此行之人虽然不是很多，但由于跟随的20位龟袍界灵师修为还是玄武境的情况下，赶路也只能用白头雕这一交通工具，再加上宋州也是很大，而那寿都山脉距离火神门又是很远，所以足足用了几日的时间，才总算来到了寿都山脉之中。这位小友，你说楚风就在这里闭关修炼，为何这里并没有你所说的山洞，更是没有任何结界？一位天武1重的长老站在楚风的身旁，愤怒地对楚风质问道。因为他们跟随楚风来此，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战斗过的迹象，更别提什么结界、什么山洞了，大有一种被忽悠了的感觉。楚风明明就在此处，难道你看不见吗？楚风一脸的无辜状，放屁，他人在哪？我怎么没有看见？那位长老更加愤怒了，他已经断言他们此行是被骗了。你个老瞎子，现在看见没？突然，楚风一只大手猛然探出，以闪电般的速度抓在了那位长老的天灵盖上。与此同时，楚风的面容也是随之一变，化为了本来的面目。天哪，你是楚风？见到楚风，那位先前还愤怒无比的长老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因为此时此刻楚风已是运转雷霆之力，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玄武8重的境界。如此修为的楚风，连天武2重者都能够击杀，就更别说这位天武1重的长老了。所以此时此刻，楚风将手按在他的天灵盖上，正在替淡淡吸取他的本源。终于，在那长老的一声惨叫之中，楚风将他的本源全部吞噬炼化。
那位长老已是生机全无，无力地倒在了地上，一命呜呼了。你们火神们竟敢通缉于我楚风，今日你们全部都要死！再以雷霆手段将那长老斩杀后，楚风仰天长啸，怒吼一声，震荡的方圆数里之内，鸟兽皆惊，就连许多妖兽都被吓得低吼连连，向远处逃去。楚风，他竟是楚风！快布阵，抓住他！在这一刻，火神们的人终于反应过来，那些在玄武境的界灵师便开始布置结界阵，想用结界来抓住楚风。一群废物也想抓我！然而楚风只是随意一掌轰出，只见一道涟漪炸开之际，便有3名界灵师粉身碎骨，被楚风活活的拍死。你们速速退下，此子交由我来处置。见状，那位天武3重的长老出手了，层层天力散发而出，便向楚风席卷而去。哼，连百面老人都不是我的对手，你也配与我交手？楚风冷哼一声，龙游9天施展而出，身形一纵，便化作一道流光闪开那长老的攻击。与此同时，来到了那长老的身后，手中的修罗鬼斧萦绕而出，已是毫不留情地对着那长老的背部挥砍而去。你错了，老夫并未指望杀了你，而是想要困住你。可是就在楚风的斧子将要落下之际，那长老却是猛然转身，嘴角掀起一抹阴谋得逞般的笑容，且手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小碗。当那小碗脱离着长老的手掌之后，便急速放大，竟然将楚风扣在了其中，最终摔落在地上。快回去通知门主，就说楚风已被我用这玄门八卦碗捉住，但我必须不停地灌输天力，才能使得此子无法逃脱。快去叫门主过来支援！再将用那所谓的玄门八卦碗将楚风扣住后，这位长老的脸色也不好看。虽然此碗的力量极强，但是显然需要磅礴的天力支撑。不过他却是狂喜，因为将楚风捉住，这乃是大功一件，定然会得到门主的重赏。赵长老，我留下，陪你一同向着玄门八卦碗灌输天力。另外一位长老说道。不用，我一人足以支撑。你现在速速回去通知门主，否则晚了就来不及了。那位长老拒绝道。听得此话，那位天武1重的长老在咬了咬牙后，也并未犹豫，而是身形一纵，腾空而起，向火神门的方向跑去。长老，我们……这一刻，那剩下的17位界灵师呆呆地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怎么办是好，因为他们发现，虽然同为玄武境，但是他们在楚风的面前实在是太脆弱了。楚风竟真的如同传说一般强大，就连天武3重的当家长老也需这般费力的才能将楚风暂时制服。你们都留下为我护法，我必须全身心的催动这玄门八卦碗，否则哪怕这碗极其特殊，但只要没了我的天力催动，也会被那楚风以骑兵破开。这位长老凝重的说道。遵命。见状，那17位界灵师也不敢犹豫，赶忙以这位当家长老为中心，开始由外至内的布置结界。毕竟这兽斗山脉也是一处妖兽的集结地，虽然并没有万妖山那般强大，这里并没有天武境的妖兽，但玄武巅峰的妖兽也是有的。没有天武境的修为，想对付他们也是非常棘手。就这样，那位老者不断的用天力催动着那所谓的天玄八卦碗，而17位玄武巅峰的界灵师则是死命的守在周围，为其护法，直到时间变缓。当白昼化为黑夜之后，楚风才突然开口说道：“还不出手？再不出手，我就被闷死在这破碗之中了。”起初，对于楚风的这句突如其来的怒火，火神们的众人只是吓了一跳，但却并未明白楚风的话中之意，真是啰嗦。然而，当一道倩影自不远处的丛林飞掠而出，并且只是举手投足之间，便破开他们所布置的结界，并且将那17位玄武巅峰的界灵师全部击杀之后，那位当家长老才恍然大悟，他们这是上当了。原来这是楚风早就设好的埋伏。你是紫灵？这位当家长老曾去过至尊山庄，所以第一眼便认出了紫灵。只是他万万也想不到，只是玄武9重的紫灵竟然会这般强悍，能够如此随意的便杀掉他火神门的17位界灵师。这17位界灵师可以说是他火神门最优秀的界灵师，每一个都是修炼几十年，战斗经验以及结界手法极其高明的存在。但是就算如此，在紫灵的面前还是不堪一击。没错，我是紫灵。不过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紫灵莲步轻迈，一边优雅的向那当家长老走去，一边甜甜的笑起。什么秘密？虽然紫灵只是玄武9重，但是不知为何，这位当家长老竟在紫灵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其实我是天赐神体。突然，紫灵的眼眸开始变化，瞬息化为了紫色。与此同时，一层层紫色的气焰也是自紫灵的体内涌动而出，一股极其可怕的威势从天而降。这股力量之强，哪怕这位当家长老是天武3重，但是也无法抗衡。该死！这一刻，这位长老恍然大惊，终于发现，原来紫灵这个美丽的小丫头竟是比楚风还要可怕的怪物。天赐神体，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是上天赐予的神体，具备的可是上天赐予的力量，他们的力量根本不是凡人能够抗衡的。想到此处，这位长老哪里还顾得了继续束缚楚风，手握玄门八卦碗便向紫灵丢了过来。无用。然而，只见紫灵连动都没动，那紫色的气焰便如同狂暴的凶猛野兽，来自地狱的凶残魔鬼一般，竟然硬生生的将那道玄门八卦碗轰成了粉碎。见状，那位当家长老被吓得面容大变，哪里还敢与紫灵继续纠缠，身形一纵便要逃跑。然而，紫灵却并没有给予他这个机会，紫色的气焰化作一张紫焰巨口，顷刻之间便将那当家长老吞噬。紧随其后，在那涌动的紫色气焰之中，那位当家长老不断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只不过那惨叫的声音越来越小，且越来越虚弱，终于彻底不见了。而这一刻，紫灵的紫色眼眸也是渐渐恢复为正常，那紫色的气焰也是回到了他的体内。然而，在观那位当家长老
竟然连个骨头都没剩下，被紫菱那紫色气焰吞噬得干干净净。再观紫菱，发现他的手中多出了一个乾坤袋，那个乾坤袋，楚风之前有观察过，正是那位当家长老的。你这丫头还真是可怕，只是玄武9重对付天武3重者，竟然如此轻松。楚风感慨地说道。哼，听得此话，紫菱则是狠狠地鄙视了楚风一眼，旋即说道：你以为只有你掌握着特殊的力量？本姑娘怎么说也是天赐神体，我的力量岂是这些凡人能够比拟的？莫说天武3重，哪怕是天武4重，本姑娘也是不惧。若是待本姑娘突破到天武境，哪怕是天武6重者，本姑娘也可一战。紫菱自信满满的说着，可见她对自己的力量十分自信。天武境很难突破吗？你之前在至尊山庄闭关的时候，就是要突破天武境吧？楚风好奇地问道。当然难了，非常的难。你以为天武境真的那么好踏入吗？当初在至尊山庄闭关，只是我第一次突破天武境。后来你离开至尊山庄后，我爷爷又帮助我尝试性的突破过2次，但是这2次都失败了。不得不说，天力不是那么好领悟的，哪怕我是天赐神体，也有一些难度。紫菱嘟起了小嘴，似是为自己突破3次都未能成功而感到不满。你这丫头，人家都是20几岁才能成功突破到天武境，你这才15岁就想突破到天武，就算你是天赐神体，有上天赐予的神力，具备常人所没有的天赋，但也不能这般逆天吧？楚风笑了笑，你懂什么？天赐神体本就该这般逆天，否则就不能叫天赐神体了。我爷爷说过，这9州大陆不过是处弹丸之地，这里的人普遍修武天赋极差，所以才会导致这片大陆的人口足有数百亿，但是能踏入天武境的人却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这个世界很大，修武天赋高的人数不胜数，拥有逆天奇才的人也是多得很。若按正常的标准来算，这9州大陆之人的修武天赋可以算是很垃圾的，所以他们哪怕是数百亿人中天赋最好的，也只能在20几岁的时候才踏入天武境。但是若是在那片区域，在20几岁踏入天武境的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根本不能算作顶尖天才，最多也只是天才。真正的顶尖天才必须在20岁之内踏入天武境，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被认为是顶尖的天才，真正的天才。而我身为天赐神体，若是无法在20岁之前踏入天武境，那我简直是辜负了天赐神体之名，不配做一个天赐神体。紫菱的小脸之上满是倔强之色。那片区域，什么区域？然而楚风更好奇的却是紫菱所说的人们修武资质皆是极高的区域。那时见楚风问起，紫菱则是有些犹豫，但是想了一想后，还是对楚风说道：9州大陆之外还有着很多座大陆，这些大陆都与9州大陆相差不多，大陆百姓人口很多，但是普遍修武资质都很差，这样的大陆往往都有着一座类似姜氏皇朝这样的势力主宰者。但事实上，这些大陆并非这世界的全部，相反，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因为我爷爷说，在大陆的西方有着一片浩瀚无际的海域，在那片海域之上有着很多个强大的势力，那些势力的门人弟子个个都有通天之能，随便拿出一个不起眼的弟子放在9州大陆，就会成为人们眼中的天才。这并不是说明那些人的天赋很好，而是恰恰说明9州大陆的人天赋极差。那片海域据说很大，海面之上有着座座浩瀚的大陆，海面之下还有着强大的海兽，遗迹无数，宝藏无数。而那片海域被称为东方海域，我爷爷和我就是来自那片海域，我日后迟早是要回到那片海域的，因为我的父母是在那片海域被人害死的，我的家族是在那片海域被屠灭的，所以我要复仇，我迟早要回到那片海域，为我的父母复仇。说到此处，紫菱显得有些激动，而这一刻，楚风也终于明白为何紫菱是天赐神体，但却没人知晓。那是因为紫菱并非出生在9州大陆，而是出生在东方海域，并且楚风也知道为何紫菱和他的爷爷如此强大，却要龟缩在这9州大陆。那是因为紫菱身负血海深仇，但是他的仇人显然很强，强到紫菱的家族被灭，只有他和他的爷爷逃亡到了此处，所以也难怪紫菱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变强，因为他想要复仇。对于复仇的心情，楚风深有体会，所以他完全能够理解紫菱的感受。紫菱，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告诉我他们是谁，我日后一定会帮你手刃仇人。楚风握住了紫菱那纤细白皙的玉手，感受着双手传来的温度。紫菱则是心头一颤，从那愤怒的恨意之中苏醒过来，看着眼前的楚风，他甜甜一笑，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因为我爷爷对我说，如今的我连知道仇人的名字都不配，因为我太弱了。